哥，我就是希望以后我的人生能够平坦顺利，就像一条笔直的河流，无风无浪，顺风顺水。人生艰难才是常态，世事无常啊。活在当下，这当下的感受啊才最重要。行了，一天别乱想了，哥永远都在。好嘞。周川，海州市特警支队的第一狙击手，817案件中殉职，身上的920配枪和凶手一起找不到了。在现场，他身中2枪，一枪打在小腿上，失去了行动能力；一枪打在了后脑，45度，从上而下，腹部中10几刀，就是没有那2枪。他也会当场死亡。进来。老师，比对结果出来了。周川衣服上提取到的犯罪人 DNA 和97年怀光案的 DNA 完全吻合，是同一个人，可以备案调查了。我知道老师在顾虑什么。江海生，我还没有同意你继续参加侦查工作，这不关你的事。出去吧，把门带上。我会以个人名义向省高检提交一份申诉材料。要求重新调查怀光市的案子。江爱生，我说的是英语吗？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现在不是你出风头的时候。老师，我不是为了出风头。既然是同一个人，当年怀光案的侧写结果，817案也同样适用。性手长期受害关爱，很容易就发展成表演性人格障碍。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来监视警方的一个动向。如果有必要，我还会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口供。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些被我耍得团团转的蠢货。所以我想上一档电视台的法制栏目。你是想在电视台向凶手下战书？欢迎大家收看《法治之行》。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主攻犯罪心理学的青年专家江警官。江警官会以真实案件为例，给我们聊一聊心理分析在刑事侦查。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只是我现在真的不想谈恋爱。只是不想跟我谈恋爱？不是，是我想专心的工作。宁愿工作也不想跟我谈恋爱？不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我更要考虑的清楚一些。考虑清楚怎么拒绝我？不是，你不能这么理解。你条件这么好，应该有很多的女生会喜欢你。只是你不喜欢。我们可以做朋友，最多是备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不是在好好的回答你问题吗？你怎么每一句都按自己的理解来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说出来。不应该说出来，你是就不应该这么想。只是你每一条都中了渣女语录啊？什么语录？你说想和我谈谈，我有预感你要拒绝我，所以就去网上搜了一下。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我确实是以为我可以，我也想试一试，但我试了以后，我发现我不可以。可能是我不会谈恋爱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问题。你有什么你就说吧，没事儿。周姐，你不是不会恋爱，只是不会相亲。一个陌生人坐在你面前说想要和你结婚，你不但提不起兴致，甚至觉得荒诞。你喜欢发自内心的激动，你只会特别热情、特别专注、特别投入的爱情。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样不算是爱情。你理智上觉得你应该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也想让家里的长辈去放心，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跨过爱情，直打婚姻。所以我们见面越多，你就会越恐慌。但是我能看出来，你每一次来赴会都已经很努力了。拒绝，也是你不得不尊重自己的内心。对不起，我不应该乱分析你。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走了。郑文生，我就跟你说那些，你也不至于投湖吧？我忘了是在船上。这个尺得摊开量。没用了，这个。江寒生适合周瑾的30个理由。你都这么追女孩的吗？我没追过女孩。那都是女孩追你，我不信。我没谈过恋爱。不可能。真的，我心率低，很少有心动的感觉。那你对我有吗？让我来看看啊，写了些什么？外形适配，身高差正好，年龄合，属相合，八字合，星座合，做过基因检测，基因不错，真的没少上网啊。态度上以结婚为前提，决策上永远以你为重。你很重感情，需要一个对感情同样认真的人。我是。我对谈恋爱没什么信心，是因为失败过。我有一个交往了很多年的男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分开多久？2年。5年。是叫郑成吗？你能放下，我就可以。进来没有？没有，小心！身体不舒服。把衣服穿上。叫什么名字？向晨。
凶手因为原生家庭父亲角色的缺位，导致内心极度自卑，极度渴望关爱、关注，而且我认为，他曾被母亲抛弃过。他自以为是艺术家，用艺术的外表来掩盖罪行。其实受害者不过是他一个又一个替代品。不难看出，他在精神上是受过创伤的。我认为，把他定义为精神病态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确实具备这一些人格。这个又该怎么样理解呢？医学界对于精神病态的测评有一个量表，叫做海尔量表，包括20个评估条目，比如看起来是不是有魅力，是不是操控欲极强，情感范围接收是不是有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缺乏共情，还有夸大自我价值、病理性说谎等等一系列的人格特征。我认为，如果红旗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去做这一份量表，应该会拿到不少高分，但是有一条会是低分。哪一项呢？情感接受范围有限，因为恰恰相反，他的情感浓烈，强烈的情绪是他杀人和布置现场的冲动来源。从如何精心策划实施谋杀，他看起来像是很冷静、很冷血，但是暴力行为的驱动，是因为受到刺激产生的，因为在他内心底层，仍是一个有情感创伤的小孩。鱼上钩了，把人给我盯紧了。盯好，动作打死你！放我！杀死人不是的！谁给你来的？我们要抓的人不在车上，看着定位，继续跟着。江警官，你都没有见过我，怎么又自己说了解我呢？小景啊，你和小江处得怎么样啊？合适的话早点定下来，带回家里来，让你爸也高兴高兴。站住！别走！朱姐，朱姐，是我哥的枪吗？是仿真枪，不是真的小孩。这已经拘捕了。发现，朱姐，你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别睡啊。
家属可以进去啊。周姐。医生，你好，我跟你说一下患者的基本情况：肋骨断了3根，颅内有损伤，手术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家属签字，你可以吗？不去，我就是家属。好，可以。吃了，吃饱了。我们结婚吧。出院就去领证。你深思熟虑过吗？就刚刚，江汉生，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们才没相处多久。相处的时间长短，又不能代表什么。我想明白了，世事无常，活在当下。我相信我现在的当下的感受。你不愿意吗？我当然愿意。我是怕你后悔。不会。万一他有一天回来找你？不会。好，我们结婚。不要伤害我。不要背叛我。不会的，程姐，我答应你，不会伤害你，也不会背叛你。周姐，你喜欢我吗？没关系，不着急回答。汉生，我信任你。来吧，江警官，让我们聊聊你的女儿。凶手已经被击毙了，但是周川的枪还是没有找到，案子只能先挂起来。组织上为了保护你，等你康复了，安排你去大学教书。
我想你了。喂，丹姐。周警，通河下游发现一具女尸，我把定位发你，你赶紧过去一趟。好的，我马上到。别走。啊，刚才队里来电话了，说有案子。没关系，能理解。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也说好了一起收拾新家的。但我这个职业就是这样的，没办法，随时都要出任务。志晴，这个房子你喜欢吗？挺好的，挺像你的，简洁、冷静。真的喜欢？啊，喜欢。我真的要走了，来不及了。我送你。没事儿，我自己去就行了。来，别看了啊，劳费。年龄25岁以下。死亡时间呢？差不多3、4天吧。前面拉起警戒线，我们正快板。你好，往后退一下，让一下，师兄，干嘛？现在人太多了，赶紧把警戒线再往外拉一拉。赵平，你帮他一下，注意分寸。好嘞，走吧，师姐，拉警戒线吧。来，退，退啊！拉人呢。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走失的人或者可疑的人，随时可以报警。听说那个女孩死得可惨呀，好像是让人一枪打了脑袋，游泳的人捞起来的，不知道是从哪儿飘到了这里。安静点，安静点。死亡时间能确定吗？3天左右。枪伤是唯一致命伤，看这个口径，应该是92手枪吗？等尸检之后再进一步确认吧。法医和痕警的报告都出来了，目前可以确认，就是周川的枪。保有其案，可以动案。报告。出去。啊！把门关上。
10米开外。不行啊，周警他不合适。再说了，这个案子他本来就应该回避呀。我没让他办817案，我让他办的是通河女尸案。可是通河女尸案的凶器和817案有关，你要让他侦办，很快他不就清楚了吗？所以我相信他会全力以赴。会，他一定会。我跟你说，就冲着817这3个字，他都会全力以赴的。再说了，他刚结完婚，你说你这个时候为什么非得让他打头阵呢？他结婚了，最近刚结的。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就问你一句，他水平够不够格？哎呀，怎么说呢？他年纪轻，没什么经验，也没独立办过什么大案。你说他是最在乎817案破没破的人。进来啊！哎，师傅，刚才风风火火的，有什么事啊？我知道，我年纪轻，资历浅，又没破过什么大案。哎，我刚才让你10米开外，谁让你偷听的？我没有偷听啊。你没偷听吗？您批评我了？没有。我想查通河女尸案。哎，你看，你还说你没偷听？我真没偷听。我就是单纯的认为这一类的女性受害者恶性案件适合女警侦办。死者身边没有身份证明，又比对不出有效信息，肯定需要更多的警力走访排查。我完全可以出一份力。不是因为那把枪，真的是我哥的枪。无可奉告。师傅，817案是不是要重启了？817案从来就没停过，谈不上什么重启。您不用瞒我，这都5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早都掉进死胡同了。我说你到处瞎打听什么？谁告诉你的？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从治安大队拼上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亲手侦破817。行啊，有本事你把这女的查出来，到底是谁？是。打扰了，谢谢配合。还有东边31户，这没人认尸，也没人报尸，这也太难排查了呀！到现在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人在乎的，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现在唯一在乎他的，也就是我们了。继续吧。少平，你这高低肩越来越严重啊！没事儿。走，快点去下一户吧。师姐，你那股子伤还没好透呢，你慢点儿。这雨下太大了。没人，躲会儿雨吧。这片城区也太老了，连个监控也没有。回头我要跟上面反映一下。干嘛呀，师姐？少平，这不可是门铃吗？联系一下业主。好。他从出租车上下来，往水边去了。这身衣服错不了，但是这个车牌只能看见后2位，后2位够了，怎么查？我查了。喂。
你来干嘛？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人。找人？嗯。确实是我的问题，是我不好，我忘了告诉你，这几天我回不去了。那你也不能跑到我单位来呀，我正开着会呢，多不好啊！我真来找人的。别闹了，你找谁？师姐。他谁呀？他是江教授，是江教授吧？谭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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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请。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啊。江寒生，江教授是咱们犯罪侧写专家王鹏泽主任的得意门生。江教授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在省厅犯罪研究室工作了，现在在海州政法大学任教。这次是作为专家外援的身份参与咱们分局的工作，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是副教授。副教授好啊，副教授说明年轻啊！来来来，欢迎江副教授。好，你们接着讨论啊。江副教授，去我办公室谈。好，等我。师傅，挺好的。哇哦，是挺好的呢。好什么呀？劲儿劲儿的。师姐，我跟你说，他看你眼神不对啊。他谁呀？不是说了吗？江寒生，江教授，你认识啊？人家问的是这个吗？亏你还是干刑警的。小周，老实交代。对，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师姐，你跟我们说说呗。他是谁呀？他哎呀，哪儿都有你，话这么多。不是他看，找到了，找到了。相同的车，相同的体貌特征，相同的装束，当时的时间是7月23日晚22点57分。遇害时间是24号凌晨，也就是说，他因为什么原因深夜从宾馆出发，乘车来到通河河岸，遭到枪杀，遇害之后被抛尸，顺流而下。7月27号，被一个游泳的人发现了。那哥们吓得到现在都没起来说。江教授，1817年拍相的。陆婷说，你一看就会明白。果然没错。周姐在办这个案子，他现在负责确认被害人的身份。我不去，我心里不踏实。一边是你师哥，另一边呢是万师傅，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就带我去一个呗。不行，你看你这伤刚养好，哎，你要像我一样啊，腰多少年前伤了，到现在每次下雨我都疼的。不要把身体年轻当本钱，伤筋动骨100天，养好了我们再聊，行不行？不要跟我掰扯了，好好养病，最重要。周姐，
你好，蒋教授你好。哎，喂。啊，郎才女貌吧？周瑾和江教授是两口子，这事儿我知道。真好，真好，好，我忙工作了。看最近大家太忙了，是我的问题，确实是没来得及跟大家说。确实结婚结得有点突然。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突然呢？你多少告诉我们一声啊！确实突然。师傅，能不能让我也去一下上月宾馆？我想去确认死者身份。哦，那谭大，哎，我可以陪他去吗？我当然可以了，给你办这个证儿就是方便你办案的。不过得麻烦江教授辛苦一趟了。周瑾，这个案子，我想单独跟你谈谈。行啊。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是谭大有事要交代我吗？不是谭大，是我。周瑾，你没有跟817幕后的人正面交手的经验，他们当年的行径，足以证明他们的挑衅意味浓烈。挑衅一错，接下来就是报复。有新的线索固然是好，但还是要提高警惕。我明白，他们那帮人根本都不把公安和法律放在眼里，所以我哥当时才那么惨。上车吗？还没问你，你在学校到底是教什么的？心理学。具体是哪个分支？不会是犯罪心理学吧？是。当时怕你不想找同行，就没跟你说。没事，你不在一线，算半个同行吧。那你也没告诉过我，你之前在省厅工作过，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当时你家里跟介绍人提了几个要求，我都不太符合。比如呢？父母双全，家庭和睦，工作朝9晚5。这个什么要求？没事，我继续替你瞒着他们吧。那，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诉求吗？周瑾，我希望你别再受伤。以后一定是会遇到危险的，但越危险的地方，就越有机会。江安生，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监控在那儿。遇害当天晚上，死者打车的时候状态非常的自然，而且那么晚能够去一个郊区见一个人，10有8、9是个熟人。通过排查人际关系，我们大概率能够找到那个人。他的人际关系，恐怕要比一般人复杂。那就很奇怪了，在他失踪的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来报案。这只能说明被害人在海州市没有亲朋好友，即便是失踪了，也没有人在意。没有工作，没有家庭，这么一个光鲜亮丽的女人，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你好，你好，南城分局刑侦大队。这个人认识吗？他死了，有关他所有的情况，希望你们宾馆如实汇报。不认识，没见过。不认识。带上你的服务员卡，跟我走。可定制服，正规吗？正规的。既然选择了这种档次的宾馆，想必他是没有一笔可以挥霍的财产。他的肢体语言，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的性暗示。他当时在等车，但是一旦有男人经过他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展示自己，应该是出于职业习惯。你的意思是，他是卖淫人员？嗯。挺齐全的。啊，你好，哎，警察同志，你好，我是这儿的客房经理，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啊。这些都是促销，有的客人嘛，他自身有需求就买，省得再跑超市了。不用客气。你一般是负责招嫖，还是仅仅经过卖淫场所？您可真会开玩笑。你是他的老板，还是合伙人？我不认识他，不认识。没人能守住秘密，嘴巴闭上了，手指也会说话，脚趾也会。您可真幽默。浪费我们的时间，对你没什么好处。照片上的女孩已经死了，人命关天。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认不认识她？不说是吧？换个地方聊聊。啊，梦玲，她叫梦玲，我认识。梦玲当天晚上是约了一个叫做赖三的皮条客见面。梦玲的手上应该掌握着赖三的什么把柄，威胁了他，所以才导致惹祸上身。警方已经发了通报了，他们都认识，为什么没人报警？因为梦玲在23号的时候告诉宾馆的人，她要回老家了，以后再也不回来。她应该很有信心自己能够跟赖三把这个事情扯清楚了，顺利回老家。所以就算她出事儿了，宾馆的人也只会以为她回家了。赖三真名叫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的绰号叫做赖三。但是他跟宾馆的人说过，他的表哥马上要开一家新的酒吧，以后这个场子就交给他管了。今晚8点就要开张，酒吧的名字凤凰火。梦玲被杀害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不能排除赖三有其未遂潜逃，所以说今天晚上的搜捕，不光是为了找到赖三，也要找到他的表哥后宇。周记，你去包房去看一下。收到。后屋手底下的生意很多都是不干净的，警方已经关注了，只是还没找到确凿的证据。如果说梦玲确实是被赖三杀害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关于持枪这个事儿，后宇应该是知情的。我再也不敢了。陈哥，就砍他一只手吧，看他敢不敢了。别看我手，郑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打我了，我求求你了。杨宇是给我们做事儿，结果你这兔崽子，敢偷我们东西自己来。我缺钱，我妈生病了，我真的缺钱。郑哥，你放心，我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把钱还给你，你别打我了。救命啊！有本事你救救我！他们打得好厉害啊！姐怎么办？快走快走，别管了，又不关我们的事，别惹祸上身。我缺钱，我妈生病了，我真的缺钱。谭大，杂货间好像有人在打架。别着急，你先不管，我派小吴过去看看。收到。救命啊！有没有人来救救我？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上手无影脚，继续。住手！干什么呢？玩耍。玩？你没事吧？
需要给你报警吗？这哪儿来的不长眼的女人？关你屁事啊！滚！哎，对待女士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哇，好漂亮的小姐姐。毛毛，你今天运气好，遇上好人了。既然小姐姐这么好奇，那你要好好回答她的问题。我不用报警。听到了吗？想不想一起玩耍？滚！带劲呢。毛毛，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你走，小姐姐留下；二，小姐姐走，你留下。选。我自己不会现实，你自己都会现实。小姐姐，你说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孬种，何必呢？想是挺带劲的，滚！你让开！出外勤呢？查谁呀？哎，警察那一套我比你熟，查就查，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2年了，你还没死啊？这么周啊？我一直都很想你，要死也得死在你身上。小吴，伸手退步这么多啊！以后出门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松手！脾气这么大，跟你玩一玩真生气了。别动，让我看看。你真的变了好多啊！为什么要留长头发？短发多好看。变得多的应该是你吧？蒋成已经死了，你是谁啊？对我这么凶，你别忘了，扫黄扫到自己对象头上的，我应该是独一份吧。如果再让我抓到你犯罪的证据，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滚！3电话可能找到了。
枪带3呢，右臂上有一块非常明显的刺青。3000块放吧台了。吧台，行动！他走了，他走了。周警，你先别着急，你身上还有伤呢，等行动组。行动组，包抄整个巷子，前后都会堵上。靠，果然有警察。你是不是赖三？你管我是谁的？你是谁呀？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我表哥今天酒吧刚开业，你们就过来捣乱，成心了是吗？弄他！别动！别动！没事吧？没事，别动！站着！靠着！你怎么来了？逃课。你没事吧？我没事。张警，别忘了你肋骨还伤着呢。我是不是说了让你不要上？等行动组，等行动组，逞什么能？我追他，他都跑了。往哪跑？四面都围上了，他往哪跑？他飞啊！那，究竟是个江教授，我在教训我的部下，你先回避一下。哦，对了，你上车，把胳膊上的伤赶紧处理一下啊。别整天以为自己很能打，听招呼了吗？我下命令了吗？你这次就算有惊无险，下一次呢？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事了，你好歹你是个因公殉职，上级路人怎么办？那叫无妄之灾。你是警察，谁保护谁？回去写检查。是。那他呢？哎，知道了，知道了。把整个过程都给我写得清清楚楚，包括拿耳机管闲事那段。还有，以后乔装出行，衣服也别乱穿，穿的什么玩意儿？好了没有？好了。带走。是。走，走着。走走。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呀，我要干死他。
站住！站住！注意不要动！注意不要动！怎么开来看？警察他妈打人了！看，警察他妈打人了！走！什么？江教授，你这是？谭大，赖斯的左手根本使不上力气，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杀人再抛尸的行为。我怀疑现场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他底下的人要分头审问。你刚才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不是，我确实想打他。哎，开门！咱是公安分局的。喂，谭大，赖三人抓了，直接送你们分局吗？好，辛苦了。我也懂法，我知道，你们只能拘传我48小时。时间到呢，你没什么证据了，就得恭恭敬敬地请我回家，否则呢，我就要去市局投诉审理。想挺美啊！我们就先不说梦玲的事情，光组织卖淫这一项，你跑不了。不行，我这胳膊太疼了，不是，我得去医院啊！我真得去医院！你们那哥们下手真没轻没重的，就给我打残了都！我要去告他去。不着急，医生正在来的路上，我们会给你检查清楚的。而且我们在市中心医院的系统里调出了你的病历。1年前你打架斗殴，被打断了左胳膊，伤好之后虽然不影响生活，但是左手从此之后就拿不起重物了，是不是？赖正天，小恶人呢？没戏。贺武，贺老板，贺老大，不敢。贺武，姓贺，名武。啊，赖三是你什么人？您说的是赖正天吧？啊，对，赖正天，远房表弟。您这个表弟在恒运物流公司占多少股份？5%。具体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呀？都是家里人。这个赖三啊，不，赖正天啊，他成天游手好闲的，也做不了班，干不了什么正经工作。我是念着上一辈的感情，找个名目给他发点生活费啊，可以理解。那他外面的生意呢？他在外面还有生意啊？啊，这我真是不知道啊。要说赖哥吧，皮肉买卖，挣钱倒是其次，主要是靠我们这些小姐妹啊，讨哥们啊、老板们啊欢心，懂吧？把话说清楚，讨谁的欢心？那我可不敢说，我现在摊上的事儿已经够大了，我命不要了。走，你就不要想了，赶紧把梦玲怎么死的交代清楚，节省大家的时间。小母狗一条，死了也不可惜。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哼！我说贺老板，你可不能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不能够，到这儿了，我还能给你装糊涂吗？那天我就在家里边睡觉呢，哪儿都没去。
谁能证明？床能证明？溜我们玩呢？老实点。我能知道个啥？一个社会底子。凤凰火是你帮他开的吧？这凤凰火怎么是给他开的呢？凤凰火是个正经地方，我们是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架构的，我们是正经生意啊。正经不正经再说吧啊！你先告诉我，凤凰火的实控人到底是谁？凤凰火准确的来说呢，现在是由蒋成在全面管理，那跟赖正天完全没关系啊。赖正天让你供述是给你机会，急什么会啊？有证据吗？有证据我就认，有证据吗？哎，睡一会儿吧。我要是说了，你们能把赖三给办了吗？只要证据确凿，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那照你这么说，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也对，赖三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贱狗，一条疯狗。梦玲死了，一定是他杀的。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梦玲是红莲农村的，没读过什么书，亏就亏在心气高。也是他倒霉，遇到赖三这个人精，9条命也不够他玩的。赖三送了他几个名牌包，其实都是 A 货，他就飘了，以为自己遇上贵人了，能飞黄腾达了。后来呢？赖三把他哄到手之后，当天晚上就带了几个弟兄把他给轮了。他一个小姑娘哪受得了这些？赖三也算是狠，让他出去接客，3天2头的毒打他。再后来，大概2年前吧，贺老大，赖三的表哥贺武，手底下来了一个叫成哥的男人。这个成哥很会办事情，贺老大的很多生意都交给他去做。什么生意？物流生意吧，我也不太懂。继续。赖三为了拉拢成哥，就把梦玲送了过去。梦玲跟我说，成哥是个不一样的男人，很珍惜他，没有把他当小姐。成哥还劝他回学校读书，跟他说，人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梦玲记下了，把它写在墙上，天天看。这跟赖正天有什么关系？赖三为了讨好成哥，把梦玲送过去，可人家成哥根本都不吃他那一套。有一次赖三搞砸了物流公司一桩生意，成哥当着所有人的面抽了他一个耳光。那次要不是贺老大出面，他们俩打起来，高低得死一个。只是没过多久，贺老大把成哥调到了外地，就一直没回来。他倒是能说走就走，可梦玲不行啊。赖三自己受了窝囊气，就指着梦玲收拾。我敢保证，如果梦玲死了，赖三绝对是凶手。你口中的成哥名字叫什么？蒋成。
江安生，以后别这样了，很危险。你是什么时候跟来的？那个人是蒋长鹏，我介意。也没什么好介意的，就是偶遇，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你不用跟我解释。志杰，今天就住在这儿，好吗？我还有一些衣服都没有拿过来，还有睡衣啊什么的。我需要你。山的对岸有一艘船，是不是在等你靠岸？你的疑问我不能问，问了怕对你奋不顾身，这也很深。想把过往再放任，是你推开了我的门，我们此刻都比较认真，是你成了我的星辰，不想再去时针，思念的很深，摇摆的一瞬，敞开所有门。晚安。你刚刚看的是什么书啊？《指环王》。哦，我听他们说，这个电影拍得很好。周倩。睡吧。周倩。是吧？我没事，你呢？
两个病好。江医生，今天好不一样。是吗？周姐，谢谢你跟我结婚。你心跳的好快啊！不会，我是递进性心率。你身上很好闻，是吗？跟这条好吗？周瑾，啊，醒了。你在干嘛？我在写检查呢。一大早就吃药啊？疼。你吃的是止疼片吗？那别空腹吃吧，吃片面包。我肋骨也有点疼。哎，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吃这个就好。也不问问是什么药都吃了。你又不会害我。啊，总算是写完了。好了，我要去上班了。怎么了？没有不舒服吧？案子排查到什么进度了？已经跟法医确认过了，孟宁身上确实是没有拖擦伤。就像你那天说的，如果真的是赖三作案的话，一定有一个同伙帮他一起抛尸。但是案发现场和市区离的是有一段距离的，一定会用到交通工具，所以首先要排查的就是赖三他手下的所有的车辆。至于他本人呢，已经审过一轮了，人如其名，确实很赖。赖三儿的心理防御机制很高，不要浪费时间在口供上。我建议去排查他的人际关系，和谁交好，和谁交恶，找痛点。我要去凤凰湖了。朱姐，又去？一起吗？我有课。那我先走了。江教授，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吗？没有。那我走了。喂，江教授，你的伤没事吧？谭大，赖正天的人际网是集中在凤凰湖吗？对，怎么了？
周景去做排查了。哦，我们也在路上了。都去。怎么？你有空过来吗？哦，我上午还有一堂课，周景已经在路上了，我就是跟您说一下。啊，好，那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联系啊。天哥，天哥，哥，警察同志，要不是你们把人带回去查吧，行不行啊？车停门口的，我这生意怎么做啊？这是正常的办事流程，请配合。配合，配合，好好配合，听见没有？陈哥，很大啊，把跟赖正天熟悉的都集中一下，先带回去。是，师傅，没有。把相关人员分开走。刑警队长亲自带队办案，看来有人犯的事儿不小。啊，怎么称呼？蒋成。哦，挺好，挺好。认识孟玲吗？认识啊。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据我们了解，你跟他交往过，是不是这样？那要看你们警方怎么定义恋人的关系。如果上过几次床就算了，那我女朋友也太多了。了解了。你告诉我到底是还是不是？很大。哦，不是啊，我有女朋友，还是我的未婚妻。那你既然认识孟玲，哎，他有没有私下跟你聊过？他跟赖正天有没有什么惰性？没有啊。那赖三呢？有没有发现什么威胁他？这孟玲和赖三有没有过节，我是真不知道。但你要说这个地方谁跟赖三最有过节，那一定是我。这孟玲和赖三有没有过节，我是真不知道。但你要说这个地方谁跟赖三最有过节，那一定是我。所以他有没有被人威胁，应该不会告诉我。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我觉得他太猥琐，就把他给揍了，这算不算过节？说句实话，你真的问错人了。我刚从外地回到海州才半个月，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人呢，你要带的也带走。小店刚刚开业，这么多兄弟等着吃饭，再这么耽搁下去，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你回忆回忆啊，7月23号到24日凌晨，你人在哪？在这儿将就了一宿。有人作证吗？这里所有人都可以证明。当然，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看这所有的监控啊，都能证明。这你总该相信我了吧，领导？每一个监控，我们都会仔细检查。如果是你调查的话，那我一定全力配合。啊，就到这儿吧啊！对了，别忘了，最近别离开海州。我一直在这儿，随时恭候。嗯，很好。小郑，到，车队，是。师傅，这是我的检查。我还想去后巷看一下。
怎么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昨天为什么赖正天会知道有警察跟着。赵平，哎，韩大，陪你师姐到后巷看一下。是，去吧。你好，敬你一杯。哎。周警官这是舍不得我吗？刚走就又回来了。方案，需不需要我帮忙？不需要。来，来。师姐，这天也太不正常了呀！说下雨就下雨。想什么呢？靠，果然有警察。果然。赖哥，厂子里有警察。出外勤呢。警察那一套我比你熟。想到了一点线索，但我还不确定。你果然是受到了太大的惊吓。可是我说你啊，师弟，你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昨天要不是人江教授，你又进医院了，我还没好好审审你呢。什么情况啊？怎么就结婚了呀？师姐，我跟你说啊，以前你连恋爱都不谈，我还以为你恐男呢。你能不能好好勘察现场？我这不勘察呢吗？话赶话赶上了。那你就继续好好勘察。我去看看监控录像有没有调好。上。伞。不用了。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谈恋爱？你管不着吧？你说没有，你说，我就信。我结婚了。小宝，你玩我？我没玩你，我就是结婚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比你好。蒋成，你是不是疯了？跟谁结的婚？昨天晚上那个男的，是不是？蒋成，我很珍惜我现在的生活，我希望你不要打扰我，以及我的家人。家人？对了，
昨天晚上，是你跟那个人说的吧？有警察跟着。你没有必要再狡辩了，现场什么情况我们都一清二楚。干这个多久了？怎么认识的？喝酒认识的，但是我还真的对他挺有好感的。你知不知道蒋先生有毒品？不会吧？他不是个警察吗？张成，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有人要害你是吗？你说句话，你说什么我都信你。你说话呀！有人害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点都不知道。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说到这儿。进来。师傅，你找我？有新线索，物证鉴定室想找人跟进一下，你去一趟吧。是。江教授也在，以后就由你来负责跟他对接啊。嗯。有事儿啊？师傅，有一个事情呢，我得跟您报备一下。好。凤凰火。凤凰火的蒋成，他是我以前的，他是我前任男朋友？不是前任男朋友。前任男朋友，您都知道。我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开口。师傅，我跟他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保证他的出现绝对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是，你不用那么紧张，没人指责你。其实那天在储藏间带头打人的也是他。他在贺虎手下干到这个位置，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我看他看你的眼神不干净啊。这样，以后凤凰火你少去啊。行，去。江教授，
哎，怎么了？没有。吃过了吗？我不饿。我还没吃，我们一起吧。不是说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要等一等技术室的结果，很快就会有答案。能吃辣吗？附近有一家川菜馆，很好吃，正好还可以打包回来，我们常去。我都可以。行。喂，丹姐，川旺吃不吃？给你打包回来。哦，今天人挺多，8、9个人。没问题，今天有人请客。我知道是谁请客了，9份破费，谢谢江教授。等着吧。走吧。周姐，怎么了？掉了一个扣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掉的。以后小心一点。嗯。好，就这儿，到位。哎，一会儿按完腰以后，再给我按按脑袋。昨天酒喝多了，脑袋瓜子。蒋成，你他妈疯了吧你？你要干什么呀？啊！我是来领人的。大毛，我带走了。他是赖哥的人，你凭什么带走？赖三儿都他妈要吃枪子儿了，你还嘚瑟什么呀？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是什么，别跟我废话。他又看不见，你带回去有什么用？是你把他弄瞎的，那还不是？成哥，上位了，我服了。咱们俩就别说屁话了。1年前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人我带走，要怪就怪你赖哥没本事。自己好好点一点，别说我不讲规矩。小毛，带你哥回家。就是这家。老张，早就过来了。今天想吃点啥的？老规矩，2荤2素9份，送到队里，然后再把菜单拿过来，我们在店里吃。要得。先看一下。江教授，如果我的习惯是每一次点4个菜，打包成3份，分3次吃，你介意吗？周姐，我的工资还不错，不用这么少。不是省，是我怕浪费。能商量吗？当然可以商量了，你可是我们队里的天降神兵，连师傅都天天江教授的，所以我得把你对接好了。民以食为天，我以你优先。我认为点3个菜或许正好，我的食量还不错。周姐，我们现在是2个人。好。
宫保鸡丁来喽！哎，周警官，你来啦？怎么不见您警队其他人呢？都忙着呢。你这是正式上岗了，你最近怎么样？我真怯了，周警官，你放心，一点瘾都没有。挺好，看起来圆润多了，也挺有气色。哎，这位警官有点面生啊，之前没见过吧？这是，他是江教授，是老师。哦，这样啊，江教授好。你好。那我让后厨再加个水煮鱼，你们吃完再走。不用了，周警官他行，不爱吃。那行，你们慢慢聊，我先去后厨忙去了啊。你怎么知道我怕腥啊？喂，小白杨，怎么了？喂，江教授在你旁边吗？在呢。你告诉他，他真是神了。我按照他的要求，把案发前后所有经过通河岸、跑海济高速的网约车和黑车全部查了一遍。海济高速？对啊，红莲县是孟玲的家乡。孟玲如果想从海州回到红莲，那么海济高速就是他必经的一条路。所以他提前订了网约车，但是没能回到家。对，很有可能。有一辆面包车是专门拉私货的，案发当夜到过通河岸边，而且他经常往返于红莲和海州。能找到这辆车吗？在市里。你们是怎么想到这儿的？江教授分析，赖三如果是有预谋的想杀死孟玲，应该不会使用支持枪。孟玲那么瘦弱，他大可以使用更普通的凶器，也没必要自己动手。而且从监控看，孟玲赴约的时候没什么紧张焦虑的情绪。赖三动手应该是激情杀人，孟玲本来是真的有机会回老家的。行，那我让赵平去追车，你把车牌号和位置都发给他。好。江教授，小白按你说的做了，查到了，所以你让等的结果就是这个事。把人给我带回来。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路的？昨天。那我今天早上问你有什么补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想有了结果再告诉你。可是我们是搭档啊，搭档不应该什么都说吗？虽然这个结果我很开心，可是我对这种被蒙蔽在鼓里的感觉不喜欢。我们只是搭档。你是专家，我是配合你的，我可以学习你，但是我得知情，同意。这个叫做互相尊重。我懂你意思，以后不会了。对不起。不怪你。江教授，我们接着吃吧。呛着了吗？周姐，这个真的有点太辣了。辣？你是不能吃辣吗？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对不起。我没怪你。我记得你喜欢。小五，你俩不吃啊？他哪吃得了这玩意儿？非要跟过来，傻了吧？我能吃。郑冲，你看把小五辣的。不是，你咋这么不自量力啊？谁说的？我可喜欢吃辣了。刚才呛着了，懂不懂啊？真是。也没有那么喜欢。下次我们可以换一家。我没关系。可是我有关系。张教授，我不希望你因为迁就我而委屈自己。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以后我们就点我们都喜欢吃的呀。那这样吧，我们再点几个不辣的菜，这些我打包回去当宵夜。都听你的。你真让人省心。让你哥多吃点啊。慢点，慢点。
慢点吃，慢点吃。吃完饭送你哥上船，到了地方之后安置好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好嘞，哥。哎，给你哥的，让他开店用的，你别乱花啊，要不然头给你拧下来。到了地方之后你自己数数，一个人5万，千万别给你弟啊，他只懂得吃。好嘞，哥。啊，陈哥，我哥想说谢谢你。嗨，要不是当时贺老大把我给送走，哥也不至于遭这么多罪。主要赖三这个狗东西，干的都不是人事。你回来就都有好日子过。对了，陈哥，赖三为什么要杀孟玲？我哪知道，他有病呗。底下有人传，是你把赖三卖给警察。放屁！那人是我让他杀的。那不可能，哥，你不知道，孟玲这2年过得老惨了。行了，别说这个，来，哥。咋了，陈哥？没事，贺老大回来，你就别担心了。这天塌了，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咋了？这个是密码。刘金龙保险柜的。等等，哥，你怎么会？呀，原来你是半瞎呀！我来。下一车，陈哥，你打回。我听谭大说了，赖正天抓了，但是枪没有找到，第一案发现场也没问出来。对，我们现在还在找突破口，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市局重视这案子，少不了咱们配合，都是应该的。主要想了解一下1年前的斗殴案。好，那我们从头讲，讲细一点。我记得是去年的6月11号夜里接到的报警，有居民反映，在福宁街附近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哎呀，惨得很。绕进去一看，4、5个人围着一个人打，怕出人命，就赶紧报警了。弄死你！让你欺负我妹妹！他们打架的那个地方，当时正在改建施工，没有什么人，也没有灯。我们接到报警以后，10分钟就赶到现场了，把所有人都带走了。没事吧？没事，是被打的呀，就是赖正天，因为当时他的胳膊受伤严重，就给送医院了。我们先审了打他的那些人。对，那个带头打架的男的姓胡，他家里有个妹妹，前几年是在郭山实验高中上学。有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在回家路上，正好遇见了赖正天。赖正天这个人渣，就把人家小姑娘给糟蹋了。这小姑娘特别害怕，一直没敢告诉任何人，
直到有一天情绪崩溃了，闹自杀，他家里人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哎，我记得当时他是有条胳膊被打断了吧？左胳膊。可能也不光是左胳膊啊。是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这啊，所有的细节我都想了解，麻烦你们了。也不是不能说啊，就是这个事情啊，确实不太好说。简单来说吧，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那个女生的哥哥报复她的手段有点恶劣。你是说孟玲知道这件事情，并且说出来，刺激了赖正天？按照我们的推测，赖正天是属于激情杀人，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孟玲又说自己有他的把柄，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儿啊？赖正天有贺武这个表哥当靠山，向来横行霸道，一向都是欺凌者。然而在那一晚过后，他不仅被人欺负了，还有苦不敢说。这绝对算得上是奇耻大辱。所以这就是赖正天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因为这个让他不管不顾的能够开枪杀人。不是唯一钱，但是分量足够。而且我听红云的口供里有提过，在蒋城，在蒋城离开海州之后，赖正天出于报复，长期对孟玲实施多种形式的虐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强烈的虐待倾向，可能源于多种方面的动机，但是通常是在发泄抑制不住的数年。那个人是蒋城吧？就是偶遇，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我要去凤凰湖了。周姐，掉了一段扣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掉的。张安生，我的意思是，以赖正天现在的生理条件，还有他对待孟玲的过往，哪怕他不是因此开枪，这也足以成为击溃他内心防线的利器。我同意你的观点，你可以在审讯的时候试一试。太好了，那我去试了。周姐，一旦赖正天内心崩盘，很有可能会有过激的行为，你转过谈他。我知道的。晚上回家吗？可能回不来了。如果晚的话，我就在悲情的宿舍里睡。好。周倩，怎么了？结婚戒指你放哪儿了？在我家。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没什么，你忙吧。23号、24号，你去过哪里？见过谁？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你最好现在通通给我回忆起来。我们已经查到那天你根本没在家，说你去哪儿了？赖正天，问你话呢？那么大声干嘛？吓我一跳！你们猜呀？这小子是真能耗，要不是他跟孟玲有过节，我都怀疑是不是抓错人了。咖啡来了，大家辛苦了。谢谢丹姐。好香哦。给你闻闻。哎，江教授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指示啊？还真有。丹姐，你跟我进去，一会儿我负责审，
你就负责微笑就好了。微笑？几个意思啊？我要你瞧不起他，来自女性纯纯的蔑视。我换一下你。你看，早把你俩派过来陪我，我就不那么无聊了。说不定把我给哄开心了，我就能想起点什么。还记得我吗？记得呀，当然记得了。小妞人不错，怎么都干这行了呢？你要是在我手底下，我肯定给你培养成最有名的公主，多少男人喜欢呢？现在市面上就缺你这款。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没情趣。我是哪一款呀？小辣椒，我看人的眼光很准的。你看你，小脸蛋儿，长脖子，宽肩膀，小细腰，穿制服最好看。再跟着我多学点花样，那不得把男人迷死啊！你这一晚上的收入啊，比你这干警察1个月赚的都要多。按你这么说，你手下的人都是你亲自调教的呀？那你也是吗？我这人很挑的，我只对你感兴趣。你看什么呀？你笑什么？我们警察嘛，查案子，查来查去的，就查到了1年前的案子。听说你那个时候在医院待了很长的时间啊，怎么样？左手好点了吗？这事跟我的左手有什么关系？你跟他说什么呢？你笑什么呢？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不是你笑什么呢？不是你跟他说什么呢？周警进去干什么？咱们出来。谭大，咱们再看看吧。这赖正天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是好的开始。是啊。我跟你分享一个科学知识吧。人的经历，特别是创伤经历，对于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以及他的行为习惯，会有着极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创伤呢？我真记过，我给你查一下啊，对你有帮助的，绝对不是忽悠你。找一下啊，来，听好了，创伤一般是由外界因素造成，身体或心理的损害，是个体对那些具有压倒性事件或经验所产生的一种自动的生理的和神经系统的反应，从而产生的心理层面的反应。那心理创伤呢，又分为非人际间和人际间的。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下
人际间的，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比方说，你的亲人离世了，你的女朋友把你抛弃了，你的兄弟在你背后插刀子了，你遭受了暴力的攻击，又或者是，1年前在郭山区福宁街，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梦玲不会和我一样，什么都知道吧？天哪，他跟你说什么了？让你这么生气，发这么大的火？难道他跟你说你的左手不行了，左手用不了了？不是。哦，我知道了。他应该说的跟你的左手没关系吧？应该是更过分的事儿。那你怎么样弄死你？老师，我怎么样弄死你？别弄死他！扶他出去！好，弄死你！老师，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如果我随意，你能把我怎么着啊？我能杀死你！你拿什么杀我？我拿枪崩死你！你哪来的枪？我就是开了个玩笑，你们都看见了，我就是个残废，我杀不了人的。谭娜，我去把资料整理一下。看出来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真的，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已经突破他心理防线了。你也不想想，能搞到枪的人，那能是个小角色吗？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已经突破他心理防线了。你也不想想，能搞到枪的人，那能是个小角色吗？嗯？办案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儿，又不是头一次了。行了。哎，我说你还打算在这哭一鼻子啊？哎呦我的天啊！这么老大个包啊！给钥匙看看。让我再去试一次行吗？我去试一次。哎，行了。玉素怎么不打？太可惜了。周进，你也算在朋友气里出不来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方案也试过了，事实证明，此路不通。行，别忘了去医务室。这么一说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儿。还是让高速出口设法拦截了。你说你上车就往外地开，你想干什么呀？他无法运营，心里虚，以为你们是来抓黑车的。我们就问点情况，你这耽误我们多长时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啊，身上有其他的案子。没有，警官可不能开这种玩笑。那我提醒你啊，7月23号晚上，有没有接到一个约车电话？大半夜的跑通河岸边去。7月23号晚上，好好想。大半夜跑通河岸边去。哦，对，是有这么个人。然后呢？然后我就按照约定时间去开车去通河岸边去接他嘛。接到了吗？没有，就看见那个约车的人了。约车的人？约车的不是乘客本人。啊，对，是个男的。对。
是他吗？不是。看仔细了。确实不是。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问一句谈一句啊？多说点。有点紧张。那天晚上，我就开到潼河岸边，就一直等嘛，一直等不来，那我就给约车那个人打电话。哎，他当时就在附近，过来还把行李箱给拎下车了，跟我说他姐姐不走了。那人反正看着挺年轻的，不是你照片里面这个人。如果我带你再见一次这个人，你能认出来吗？能，那小子头上染着黄毛呢，好认。黄毛，你今天运气好，遇上好人了。既然这个小姐姐这么好奇，那你要好好回答她的问题。好像是那个3号。什么叫好像？看仔细了。对，没错，就是他。3号。对。师傅，你任务完成了，跟我走吧。再见啊。赵平，你跟我去审一下这小子。师傅，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走。来。万师傅，亮哥，我先撤了啊。哎，好。吃点不？去不了。川旺是不是？嗯。等我卸了货，我要把川旺所有的菜吃一遍，所有的垃圾食品吃一遍啊。你再憋憋吧啊。好香，借我闻一下过不过瘾？师妹，你要困了你就去休息。我不困。什么叫你不困呢？你怎么这么犟呢？你不要嫌我唠叨啊！我刚进警队那会儿就是熬夜熬多了，结果学会了抽烟，现在是想戒也戒不掉。你刚结婚，万一想要孩子，身体却跟不上，怎么办？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你不为你自己想，为将来的孩子想，行不行？江教授，尊马过来了。烟，它致癌，千万不能碰。江教授来了，大家照顾一下啊！我去抽支烟。周警长，小周，你爱人来了。你怎么来了？好贴心哦，大晚上的来送爱心便当啊！这个我们来，不能浪费了。一起吃的。不必了，我吃狗粮就够了。你特意过来的？做饭可多了些。你这是？嗯，我们这个地方空调开得太大了，冻得我头直疼，头疼。要不咱们去飞行宿舍吧？姐，狗粮吃多了也不好。爱心便当。其实你没什么必要给我做饭的，我平时吃饭也不挑，我啥都吃。不麻烦。那是我哥。我知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你以前住支子巷的时候都不怎么出门，
但是好像什么人都认识，记性挺好的。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了吧？你这个菜做的真不错，还没尝过这个，我试试啊。有奇异果对不对？周晴，不要讲这话题。偏头痛。偏头。没事，没什么事。是谁？赖三找的，你审着了？就尝试激了激他。周晴，一看你就没下过一线，是不是？下过一线的都知道，这都是小伤，这不算什么大事儿，真的。我明明告诉过你，先转高谈大了，我就是担心会这样。我就不明白了，我是冲动了一点，我尝试去刺激了一下赖三，可是诱使他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不是非常正常的讯问手段吗？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办法只会置自己于险地。查案能有不危险的吗？你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作为女性去才更合适。再加上我跟他之前有过节，整个队里没有比我更适合去做这个事情的人。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受了伤，他也没有公认。可是我尝试过了，我不后悔。对不起，我需要冷静一下。对不起，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其实，你只是担心我。医生，侦查和审讯都是刑警的职责，审不审得出来是一回事儿，去不去审，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知道今天虽然他没有承认，可是在过程中有那么一瞬间，他就差一点松口了，真的就差一点，他就承认了。我要习惯去面对危险，你也要习惯面对这样的我。赖三还只是一个边缘人物，以后
可能还有更危险的事情我需要面对。我知道，在这个队里我只是个新人，还有很多的人都比我有经验，比我有能力，比我机灵。可是队里仍然愿意给我这样的信任和机会，我不想辜负，哪怕是要牺牲，我也不会退缩。这不只是我的拔氧器，也不只是我的文科，你能明白吗？晚上你在发抖？对不起，我刚才太大声。今天是你第一次凶我。到底是新婚啊，如胶似漆的嘞。审完了，审完了。黄松比赖三好对付多了。这个人的本名叫做黄松，海州职业技术学院上了1年不到就辍学了，单亲家庭，母亲一个人带大的。上学期间呢，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相处得不好，学习成绩也差。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越来越不爱在学校待着，经常翘课，跟社会上的青年鬼混。后来认识了赖正天，开始给夜总会介绍年轻女孩，一来二去，就被赖正天收为了小弟。兄弟们，太多了，赖哥，这点钱算什么呀？今天这顿酒都10几万了，来，我敬你，我敬你，赖哥。兄弟，你知道男人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知道，那就是面子。懂了吗？懂了，哥。以后呢，你就跟赖哥好好混，这世界就是咱们的。赖哥，我敬你一个。来，看好你了，谢谢赖哥。孟玲跟赖正天是什么关系？孟玲是赖哥手下的小姐，最受客人欢迎。但是她不老实，手上拿着赖哥的把柄。赖哥说，他是烫手山芋，要尽快处理掉。什么把柄？不知道。尽快处理，是不是只杀了孟玲？本来没有想杀他的，因为蒋成回来了，赖哥处他，不对。蒋成？哪个蒋成？凤凰火那个？是的。这事儿跟蒋成有什么关系？蒋成是个特别有本事的人。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贺老大喜欢头脑聪明但是利落的人。蒋成一进公司起，贺老大就对他刮目相看了，进进出出都愿意带着他。不过他跟赖哥从一见面起就不对付，还因为公司的事情打过好几回。贺老大看他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处，所以才把蒋成调到了外地的分公司。其实赖哥知道，贺老大根本就舍不得，只是因为赖哥是他表弟，一家人嘛，肯定不一样。那蒋成怎么又回来了呢？因为他签了一笔大的订单，成了恒运的公主，所以就把他给调回来。这个赖三不敢动蒋成。赖哥最近命不行，
怕他凯旋而归，自己的位置保不住，所以最近不敢出一丁点差错。动梦灵算出差错吗？怎么能不算呢？这梦灵以前就是跟着蒋成啊，真要是跟着他，蒋成会给他掀个底朝天的。说清楚，跟蒋成哪种跟？就是那种跟呗。前任。接着说。赖哥说，蒋成以前是当警察的。真的要是想整起他来，他未必能对付。你们都知道蒋成以前是警察。知道。听说是犯了纪律被革了职，后来就跟着贺老大一起从商。从什么商？一个混社会的说那么好听，还警察？别给我们队伍抹黑。你接着说。赖哥因为就是怕蒋成，所以才答应梦玲，说给他一笔钱，算是这些年的辛苦费，然后让我找辆车，把他送回老家，早点息事宁人。你们把开枪杀人说成是息事宁人？那是因为他傻，他嘴巴贱。赖哥不就是随便侮辱了几句蒋成吗？平时不管赖哥怎么收拾他，他都不会叫的，但一听蒋成他就发疯了。他为什么向着蒋成？所以才说他蠢。那我今天想吃牛排，怎么样？哎，那家还不错哎。梦玲，你有事，我要不先走了。不聊会儿了。梦姐可以啊，你这座机都快做成图牌了吧？哎，你往哪儿走啊？啊，你还想逛啊？你想把这商场给逛脏了呀？你是什么干净的东西啊？还顶嘴！蒋成，你他妈疯了！你敢打我？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以为你谁啊？我是他男人，行不行？别人只是随便说说他就相信。对蒋成是这样，对赖哥也是这样。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你说说赖三是怎么骗他的？放他回老家，不就是骗骗他吗？姐，你怎么不在家呀？我在。啊，那个司机已经到了，我要不先把你的行李箱放到车上面？他三真肯放我走？真的。不过赖哥说你一定要把他想要的东西带上，然后我们去通河跟他见面。等他拿到了东西，应该会放你回家的。哦，他还让我转告你，别耍花招啊。赖三还有怕的时候。姐，你究竟拿到赖哥什么把柄？你少知道的好。其实啊，我挺舍不得你的，真的。说实话，在这些人当中，你是第二个真正关心过我的人。你喊我一声姐，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我马上要走了，临走前我再叮嘱你一句：好好上学，好好读书，别再跟着赖哥混啦！哎呀，这些话我都听了多少遍了呀？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呀？对你妈妈好一点。我妈要是还活着，看见我这么受欺负，肯定心疼坏了。你怎么了，姐？不过她在上天肯定保佑我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能遇见蒋成。那你和蒋成告别了吗？见了，他没说要走的事儿。我也不值得他惦记。不是你说啥呢，姐？没有的事儿。蒋成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不能拖他后腿。
松，赖三儿那人不靠谱，迟早要出大事的。你跟着他，不如跟着蒋成，把我的话记在心上。后来我们就在约好的地方等。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大概11、12点的时候，梦玲才来。赖哥本来就等得不耐烦了，再加上喝了点酒，情绪不是很好，所以见到梦玲根本就没有给他好脸色。说重点，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赖三杀人呢？梦玲她太防着赖哥了。他怕赖哥报复，根本就没有把他想要的东西带过来。他是想着回家以后再把东西叫出来。赖哥一听他就生气了，让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梦丽一听也就不怕他，就威胁赖哥说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贺老大。这赖哥一听更生气了，两个人就开始吵嘛。吵架本来挺正常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提到了蒋成。你也知道，赖哥他本来就很讨厌蒋成嘛，说要弄死他，让他跪在他面前磕头认错。这梦玲一听更生气了，然后梦玲一生气就把赖哥以前的事情给搬出来说了。以前什么事儿？大概是1年前吧。赖哥的手让人给打断了，他很忌讳别人提这件事儿。贺老大想帮他报仇，他不让，说那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然后呢？连贺老大都不敢提的事儿，梦玲说了，赖哥就炸了。我就知道你叶问这人靠不住。今儿个你要不把东西交出来，你以为你能走得了吗？那三，我也告诉你，我要是不能安全回到红林的话，东西你是拿不到的。我给你脸了我！啊！别费劲了，东西在哪儿呢？我把我身上。你不会把它给讲成了吧？没有，反正你让我走就行了，东西我会给你的。你开什么玩笑呢？你以为你跟着蒋成孙，他就能保得了你吗？他他妈就是个屁！你看那是什么？我早晚崩了都！你离成哥远一点，你是斗不过他的。我斗不过他，我能让他消失1年，我就能让他消失1辈子。先管好你自己吧，别让人先收拾了。你说什么？我说，蒋成就是比你强，不像你，别着把破枪装男人。就是这样。你当时在哪儿，在干什么？我当时是在车上面，很远，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被吓呆了。赖三儿呢？他杀了梦玲以后，自己也呆了，很久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估计，他也觉得这件事情闹大了。大概过了5、6分钟吧，他才回到车上面。快点！什么都没有看见，赖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赖哥。哎呀，我的妈，你处理我的！哎呀，哎呀，现在只有我可以放心了，赖哥，你别杀我，你别杀我，我求求你别杀我。知道你妈在哪？别光闪开呀！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赖哥，不会的。他让我去取钱，想立马收拾东西跑路。我怕有人路过看见，所以我就提醒他，至少把尸体先藏一藏。你倒是聪明啊，但是没想到尸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吧？
那天正是因为有了黄松的协助，赖正天在杀人抛尸以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甚至放弃了潜逃。真嚣张啊！难怪在审讯室的时候，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是真以为我们警方永远都掌握不了证据抓他。现在好了，证据齐全，不怕他不认罪。那把枪他有交代什么吗？他也不知道来历。那枪在哪儿呢？他说只有赖正天知道。赖正天的几个窝点都没有枪，是不是丢河里了也不确定。现在就看他认罪的态度，想不想争取一个好的表现？难，确实难。赖正天犯的是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我猜测，他应该比谁都明白，就算供出了枪的来历，也换不来任何好的结果。而且，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是他告的密，那么接踵而来的报复，会比判了他更要命。不是江教授，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还少言勿长。孟玲手里掌握赖正天的把柄，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如果黄松这个事儿，他也不知情。那不管是谁知道，现在掌握的证据，是不是也足够结案了？明天一早我去申请搜查令，再去一趟孟玲的住处，没准就能找到新的线索了。我陪你去。黄松交代，他从司机那儿取回了孟玲的行李箱，放在自己那儿保存，一直没有处理。好。那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大家回去好好休息，明天等那个周警他们的搜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接着捋。啊，来散会。是。啊，今天几个，今天给我打起精神啊！有个老领导要来。原来817专案组的组长杨卫海同志，他来是协助我们今后的工作的。赖正天手里的枪不好查，但是如果不查的话，后面又成奇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对的吧？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我想一个人思考一下。你先回去睡吧。好吧。出去。晚安。嗯。
蒋成一进公司醒，贺老大就对他刮目相看了。凤凰火现在是由蒋成在全面管理。莫林跟我说，成哥是个不一样的男人。还少言无常。孟林手里掌握赖中天的把柄，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我有一个交往很多年的男朋友，是叫展成吧？你能放下，我就可以。张教授，教授，你好。你好，杨，那个技术侦查员白杨。抱歉打扰你休息了。没有。我想看一下黄松的讯问录像，可以吗？可以。谭大之前吩咐过，说啊，您在办案方面有任何要求，只要不违规，绝认可立纲。谢谢。没事儿，都是同事客气着。再说，你们咱们现在拿到你知道？怎么突然想起看这个视频了？是有什么疑点吗？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最受客人欢迎，但是他不老实，手上拿着赖哥的把柄。赖哥说他是烫手山芋，要尽快处理。什么把柄？不知道。尽快处理掉是不是指撒谎？他没有想撒谎，因为。我看见，所以我就提醒你，至少先把尸体藏一下。你倒是聪明，但是没想到尸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怎么样？再烫一遍，2倍速。好。目前外面都已是赖哥手上的产品，非常可以发现。但是他不老实，手上拿着赖哥的把柄，赖哥会吃上全部，他就没穿。什么把柄？不知道。尽管处理掉是不是指撒谎，但他没有想相信，因为蒋成回赖哥说是蒋成那俩包回来。赖哥这是运气，他还把全2个死位绑住，所以这是不点春风一程，都会回到本来。算了，我以前提到这个程度，真要是问他，蒋成给他心理条件3档没有，就没有。对了，赖哥说蒋成给他的美，真的要是蒋成写下来，他未必能对付。我们都知道蒋成喜欢他，这样，听说是放进一盘球，所以他跟他和他一起，一样的。从什么声？一个混社会的说那么好听，还警察？别给我们队伍抹黑。陈教授，
看出来了？看出来是。刚才这一段，你注意一下黄松的姿势变化。在你看来，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他很害怕警察。这也正常。他虽然说是会社会的，比同年龄的学生要成熟一点，但是他再成熟，他也是个孩子。恰恰相反，他不怕。他身体缩起来不是怕，是一种防御的体态。当他听到不利于蒋成的言辞之后，他身体紧绷，双眼迅速敌视对方。虽然这种状态停留了不到1、2秒，但这才是他潜意识最真实的反应，极度愤怒。还有这。我怕有人路过看见，所以我就提醒他，至少先把尸体藏一下。但凡是2人及2人以上的团伙作案，通常是更具有力量，或者是更具有权力控制欲的人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人是从属。那做决策的应该是赖正天。对，赖正天无论从年纪、性格、社会地位各个方面远优于黄松，而在黄松过早的经历来看，他对于赖正天也是绝对服从的状态。当主导者更倾向于快速潜逃的情况下，从属者能率先冷静下来，提出抛尸计划，带头掩盖罪行。这是典型的人格与犯罪行为的相冲突。那有没有可能从犯出谋划策，反客为主？当然存在，但是这种状况更多是源于从犯对主犯的崇拜或长期服从。也就是说，出于绝对的保护欲，才会主动帮忙清理犯罪现场，甚至掩盖罪行。可你想一想，如果黄松真的想保护赖正天，他怎么那么轻易的就把赖正天整个行凶的过程和盘托出呢？这岂不是很矛盾？黄松描述的杀人抛尸过程不可信。确实，不简单。我们在血案前都做了初步的调查，稍等找一下啊。黄松以前留过的案底都是打架斗殴什么的，倒没犯过什么大错。然后家庭背景也比较简单，单亲，跟他妈妈一块生活。不过半年前他妈妈查出有尿毒症，情况应该不容乐观，现在还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什么，他的资料我回头发你一份。他母亲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不知道。黄松还挺孝顺的，他跟队里面请求过不要通知家属，估计怕他妈妈受什么刺激。
你是？你好，阿姨，我姓江。这是我的呈现。请坐。我这一次来呢，是有关于您儿子黄松的一个状况，想做一些了解。我这几天一直都在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不接，现在已经关机了。出什么事儿了？他牵扯进一个案子。那他人有没有事儿？他没事，在公安局。那就是他又闯祸了。严重吗？案子还在调查当中，我不太方便说。你就明白告诉我，他这次又犯什么错了？要关吗？关多久？是命案，但他不是凶手。我只能说这么多。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把他教好。想当年，他把刘向往事一走了之，我不敢改正，就是怕别人对他不好，我就一直一个人带着他生活。是我的错的，我连顿像样的饭菜都没怎么给他做过。人要长大，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他。不介意的话，我有几个问题。你问。据警方了解，你们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按道理应该无法支撑这样条件的住院治疗。我也是刚转过来不久，之前一直都是住的最普通的病房。什么时候转过来的？24、25号吧。是黄松办的。他哪有这个能力呀？是我碰到一个活菩萨了。他说他自己公司要做慈善公益，他看我恶化得快，就决定让我参加一个新药的实验组。他还承诺积极帮我联系肾源，并承担相关费用。能具体说说？比如他叫什么名字？我也说不清楚。他从来没说过，也不让问。我想他应该是做好事不留名吧。哦，他刚刚来过，就在你到之前。江寒生，你怎么回事啊？看我不顺眼呗。
我认得你，肢体像23号的小狗。好久不见，是你做的吧？我做什么了？送赖顶天进监狱。你觉得我有这么大本事？并没有。你利用了一个孩子，黄松。梦玲的死是突发的，在整个抛尸的过程处理的细致谨慎，警方始终没能找到第一案发现场。这说明主导抛尸的人丝毫不乱，具有非常强的反侦查力。咱们俩说不上这些吧？黄松只不过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但是你不懂。我承认你很有想象力，但是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你有证据吗？没有。怪不得都叫你小狗，还真是能乱咬人。你就这么想让我死？曾经想过。那真是太不巧了。我这个人啊，什么都不干，就占个命吧。咱俩也别废话，我以前就警告过你，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离我远一点。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没底线的渣子。跟黄松家一样，别说找到指认赖正天的证据了，连一点异常都没有。早都已经清空了。成哥还劝他回学校读书，跟他说，人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师姐，谭大发信息了，说找不到先回去，今天指认现场，走吧。走，还有一个人，今天一定要问。谁呀，师姐？啊，谁呀？还真是一刻也不消停。我有问题要问你。滚！怎么说话呢？注意态度。梦玲在见赖正天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你是他最信任的人，你肯定知道什么。你可以不承认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不想知道他怎么死的吗？还是说，你根本什么都知道？我跟梦玲没有关系。这不是重点。梦玲说自己手上掌握了赖正天的把柄，我希望你如实的告诉我，他手上的这些把柄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我凭什么要帮你查案啊？你怎么不去找你老公呢？小雨，
我真的是小看你，吊杆子有一手。保持好距离。不要转移话题，你就回答我，梦玲到底知道什么？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蒋成，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成哥，成哥，什么情况？这里不欢迎你，想搜的话在搜查证吧。关门。师姐，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我总感觉啊，他应该知道什么。这事儿江教授知道，谭大知道。先带黄松去指认现场吧。哦。所以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哥，刚才那个傻……哦，那你先休息。成哥，叫我来就为了干这事儿？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不要我？你不是说过，你是我男人吗？成哥，你知道我喜欢你，我其实一直在等你。只要你肯要了我，以后过什么日子都行，我这辈子都跟着你。王玲，傻不傻？你是不是嫌我脏？我有什么资格还嫌你脏？行了，以后别这样。等等，这是我的护身符。你这护身符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我给你的东西，你一定要收好了，千万别扔了。答应我。好，我答应你。你可以不承认你和梦玲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她怎么死的吗？一点都不关心她吗？
他们就在这儿吵的架。当时你的车在哪？大概就警车这个位置。行车记录仪的卡呢？藏哪儿了？石头下边。是这个吗？张三，你他妈敢出卖我！我可不对你那么好，你他妈可赖我啊！赖正天，我提醒你，你现在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告诉我枪在哪儿？你的枪是从哪儿弄来的？怎么联络的？我再说一次，主动配合侦查工作，将作为后续司法处理的重要参考。怎么样？考虑清楚了？我不知道那什么枪，我捡的。赖正天，你没有那么多机会，给我想清楚了再说话。成哥，成哥，进。成哥，贺老大来了。哥，他们还把监控给关了。陈哥，快一下，别动！别动！坐好。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阿成，你不老实啊？啊？陈哥，我们跳不来！别跑了！别进来！别别冲我来！成了。阿成啊，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的，可是你不该欺负郑天呐。你知道的，他是我表弟。是，他是有些不成器，做事有点混蛋，但是毕竟跟我沾亲带故吧，家里人让我好好照顾他，可你现在把他整到局子里去了，你让我没法交代呀。我欺负赖正天，是。赖正天要不是你表弟的话，我早就废了他。江成，你还在这装是吧？你还不赶紧跟老大说，你怎么设计陷害的赖哥？我跟大哥说话狗鸣乱叫。妈的，你是不是？
今天正好大家都在。这些年，赖正天惹了多少事儿，搅黄了多少生意，大家都有目共睹。大哥，兄弟们跟着你是来挣钱的，不是给赖正天擦屁股的。你说我陷害他，那他杀人也是我让他去的。那黄毛一个小孩吓得魂都没了，他知道我当过警察，就来问我该怎么处理。我教了他，就这么简单。那你是怎么做的？我跟他说了该怎么处理尸体，该怎么躲过警方的调查。何老大，我可以作证的，我当时在场，当时成哥真的是想帮赖哥的。帮你妹呀！帮哪儿去了？人呢？赖哥人呢？我他妈又不是帮赖正天，我是帮你啊，大哥。817大案，大哥你听过吧？听说过。枪击案一出，抓人什么的都是小事儿。枪在哪儿？枪从哪来？那才是大事儿。赖三儿算什么呀？但他背后代表的是谁？这团火又会引向谁？大哥，还需要我接着说下去吗？我蒋成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求的不仅仅是财，还有义。我蹲大牢那2年，你哥哥贺文对我最好。他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的时候，我替他挨打。我甚至为了护着他，后腰子还被人捅过一刀，这些你都知道。我从里边出来之后，警队不要，没有人愿意要，是你让我跟着你，你给我理念，给我出路，我只记你的恩。大哥，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他妈早弄死赖三儿。那依你看，正天还有出路吗？如果警方没有发现尸体，那就是他命不该绝。可惜了，现在来看，他只要没有供出您来，那我们就敬他还是个爷们。其他的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大哥，成哥其实讲的有道理。是啊，大哥，我们都相信成哥，他是跟赖哥不对付，但也从来少过阴的呀。是啊，大哥，都他妈疯了吧你们？想他妈认他当大哥？成，人缘不错。大哥，你不用点我，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冤枉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替我说话。别动！大哥，你把赖三儿当兄弟，你为了替他出口气，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对你的吗？孟林就是因为拍到这个视频，所以才被赖三儿给杀了。领导，您呢，只要在那个合同上盖个章，事成之后呢，我给您300万。那这个事儿，贺总他不知道呢。这人呢，是要服老的，该退位的时候就要退位，不给我们年轻人一点机会吗？你说对不对？您小子就是有野心，我呢也更喜欢有野心的人。因为贺武嘛，一个人啊，做事就是瞻前顾后，是该回家养老了。大哥，不单单是赖正天，金龙，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蒋成，我跟你说啊，你抢人抢地盘我们都忍了，你别弄这破玩意儿在这装神弄鬼的。我告诉你，赖正天那些阴阳合同、暗场子，还有那些私房钱都被你给接收了。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把赖正天给弄进去的？放你妹！他进去了，位置你来做，最后再放出风声是我弄的赖正天，一石二鸟，弄死2个。你要这么看的话，刘金龙你手段可厉害啊！我怎么可能啊，大哥，我也没这脑子的，我。阿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大哥，我没有乱说话，我有证据。
不好意思啊，你家头。这是密码，刘金龙的保险柜。你个小兔崽子！你们这些账目啊，我大致看了一看，做的是真漂亮。我说实话，我在牢里跟别人学过一些财务，我自愧不如。这已经不能叫账，这应该叫艺术品。你要不自己跟贺老大解释解释？大哥，我吧就刘金龙，我真的没看出来你在赖三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你能藏得这么深。这些东西你全吞了，你一个人能消化得了吗？是不是我今天要不发现你的话，过一阵子我们所有人都得叫你刘老大？你大爷的！小毛，拿一张干净的布来。证物应该这么拿，知道了吧？大哥，这就是你要找的那把枪。你把它处理掉，任何人不许再用。明白。海城，还有什么惊喜吗？如果大哥要是有一天不相信我，我可以随时走。我当年在警队受过了窝囊气，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冤枉。还有，从今天开始，别随便哪一条狗都能在我面前踩一脚。阿成啊，大哥呢，确实是岁数大了，识人不清。这件事情，大哥给你道歉。以后郑天的位子就由你来做，赶紧把伤口处理一下。我今天带你见个人。这些东西你来处理，把人给我带回去，我要再审。陈哥，没事吧？啊？陈哥，孟玲被杀案，目前算是基本尘埃落定了，但是呢，我们还发现很多疑点，特别是它背后牵连的那个大案，更是迷雾重重。所以，鉴于目前的情况，上级决定对于817案的侦查做出新的部署，准备找一个当年熟悉情况的老领导来牵头破案。这个人谁呢？就是当年817案专案组的组长，现在省厅刑侦总队的杨卫海同志。希望大家全力配合。是。另外，这个队里的一些后勤工作，我建议啊，咱们年轻同志，你们主动点啊，挑起担子来，好不好？好。进来。师傅。哎。忙不？来，进来。有一些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你说呗。姚组长来了以后，我还能像现在一样参与侦破行动吗？我说了可不算。不过我在想，他可能会找一些自己熟悉的、合作起来默契的人。
老组员跟姚组长都很熟了，就我是半道来的。不是，那倒是。不是，你别整天想这些，有用吗？你一个新兵疙瘩，上级怎么安排你怎么服从得了。哎，李教头，你调到咱们刑侦梦玲案是第一个大案，你的工作表现，上级啊已经雪亮着呢，别担心啊。主要是因为蒋成，跟蒋成有什么关系？我有一种感觉啊，不知道准不准。以我对蒋成的了解，我觉得他现在肯定不简单。是啊，的确不简单。现在，人人嘴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成哥呀。本该是战友的人，现在成了最棘手的敌人了。那你说，姚组长会不会因为我跟他之前这层关系，就不用我了？你跟他什么关系？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事过了，境迁了，懂不懂？别成天胡说八道。我知道了。哎，对了，今天开会，韩生怎么没来呀？你问我？都一整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不是他没消息，你给他发呀。不是丫头，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们俩是闪婚，感情呢是需要经营的，你知道吧？现在这样的事儿还少了。过去不都是领导一安排，然后先结婚再培养感情？那感情。你先等会儿，我先出去了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会好好经营的。周姐，这婚戒指你放到哪儿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没事，你忙吧。兄弟，我今天想请半天假。干嘛去啊？我要回一趟原来的公寓，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拿。你还没搬完？这段时间太忙了。行行，去吧。有事儿的话我电话你啊。行，那我走了啊。赖整天在福宁街遇袭的过程，我们给南城分局的周警都详详细细的讲过了，他知道的比这上面还全。被赖正天伤害的那个女孩，有报过警吗？报过，证据不足，没能立案。有警情记录吗？有，我给你找一下啊。这件事情啊，都已经过去5、6年了，他这哥哥估计是想想又气不过，才找人把赖正天打一顿。好在没出大事，否则他又把自己搭进去了。啊，在这儿。怎么了？